Hello， 大家好，我是蒋波波啊。今天呢，又是一期好朋友系列单元啦，但是不太一样哦。我要走进我朋友的家中，一方面呢，解放我的双腿。一方面呢，让他无所遁形。今天的主角呢，叫做周哥，但是她可是妥妥的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孩子啊。当然了，来到人家家里面，怎么可以空手而来呢？据说她是朱一龙的铁杆粉，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一张。我可是斥巨资在网上买到的啊！我们赶紧走了 ，Let's go。应该是这一家。周哥。嗨！哎，可以进吗？欢迎光临。我就一晚上兴奋，写狂写，没得感情的写个机器人。奶茶有的时候放多东西，它就是粥。养鱼经验啊，就是3天一换水，7天一换鱼。哎，周哥，你简单的带我们转一下你们家吧。眼前所见到的就是我们家的风水宝地，厕所是吧？风水宝地在这里，让我们家的艺术家进出口。艺术家进出口，你平常会自己下厨？自己做饭。来我家玩的人进我家厨房都问我是不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来，我们介绍两位男朋友。哇，这个是你专属的给猫它们去游玩的一个空间，对，这是我家的4个室友。啊，来，先从老大开始，到我们家叫辛巴。辛巴，因为长得就像个辛巴。这个叫冬瓜。他是跟着我一块回国的他是正儿八经就是留洋回来的。然后那个呢是在我回国之后领养回来的。有人家里面猫专门给一个房间的吗？因为我过敏性鼻炎。你过敏性鼻炎，然后你养4只猫就好了吗？对，所以过敏性鼻炎好了吗？因为我以毒攻毒。我家的多功能厅。哦，多功能厅啊！吃饭、看电视、喝七七八八的各种东西，工作。哎，朱一龙来了。我家的羞耻角落，就我特别喜欢它。又很巧，它代言了我很喜欢的一个饮品的牌子。你看是不是？这个柜子顶本来很空，现在我们家也算是有男人了。看一下照片嘛，这边都是你家的猫是吧？对。我来找一找有没有比较特别的照片。这个是谁？我呀。哦，这个是你呀？啊，蹲的跟个那个街溜子一样。这个是我正式的卧室。哦，卧室来了啊！哇，这什么？般若波罗蜜心经啊，你还写心经啊？实在需要静心，我写。在这么快速以及喧嚣的一个社会当中，你还可以静下心来写。你就知道我有多闲了吧？哇，你这边好多那个 CD 嘛 ？CD 对，果然是音乐人哦，这个包装都没有拆。对，虚假的音乐人。那你买这些回来干嘛？你又不听？想收啊，就收藏。不知道，就是健身视频收藏了等于练过。哦，好吧，这不会是你吧？啊，这不会是你吧？哎呦我的妈呀！你看。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说想要开一个？因为我喜欢这些京剧嘛，这算京剧？戏剧啊，这算。其实扮相并不严谨啊，这个大家专业的人士不要来喷，只是拍照用的。这就是我的这个。是这样，原来本来打算拿它当健身房跟那个就是练功房，但是后来我这1年实在是太懒。你看这个球上面落的灰，你就知道我多长时间没有运动了。你在那边住了多久？6年了。6年了，那这些东西是从无到有吗？对。我觉得你现在的生活过得非常爽，我相信是很多小伙伴们所梦寐以求的生活。你看，你也不用打卡上班，在家工作，对不对？想宅就宅，想工作就工作，这应该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们想要的状态，是吧？想要的一种状态吧。在家工作好是特别自由，时间自由，但是不好就是7×24，就24小时其实都是可以在工作状态的。你有没有最高纪录宅在家宅多久？就不出门那种？对，就19年开始，我有次最多我大概算了一下，应该是除了出门丢垃圾啊，大概是2个月没出去过。2个月没出去过？要不是因为被一个真的推不过去的饭局打扰了，我可能还能更久。因为在那之后，我又有大概1个月没有出门。哦，就你2个月，然后中间出去吃了个饭，然后又1个月又那这个期间倒是有过1、2次，可能朋友过来看看我还好吗？就看还有没有活着是吗？还有没有呼吸？对，看看我还好吗？你有被你的猫吃掉了吗 ？OK， 所以工作大概会落在下午3、4点以后了啊，差不多以后。你看，无论是录音还是写东西，还是学就是音乐相关的东西，我感觉我在中午之前好像都不太会有状态，一般都是奔着下午3、4点往后了，有可能搞几个小时就完了，然后我就开始放风。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搞到后半夜去，就这时间就不一定了，就是因为这个时间不一定，我睡觉的时间也不一定。那晚餐几点吃？不一定，反正就得把这活干完。干完之后就吃饭。对，吃完饭之后可能再追点剧。对，泡个脚啥的。别看我通宵，但我泡脚。会养生小能手。别看我对没养生小能手，别看我熬夜，但是我有艾灸，就是有的时候坐在这儿，
会熏个艾灸什么的。现在也差不多接近你的工作时间了，是吧？那我们待会是不是可以看一下你的工作的一个状态？你工作的时候，这样邻居不会？白天没事，就是晚上比较点儿气了。我愿与你并肩，与你书写温暖情节，愿意一路向前到你身边，不管多远，就算对抗季节，用力不停地追赶，没入海岸的誓言，穿越荆棘边也忘掉手。周文，你之前是学什么专业啊？本科的时候学的是英语，后来研究生又去学了物流管理。你学英语，然后又学物流管理，然后我现在在你家里面看到一堆这些音乐设备，你怎么走上这条路？而且你还是属于创作型的，就是音乐这个事儿，其实是我小的时候心里边就有一个小种子。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是？这就是我小时候只是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不知道我觉得它有意思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玩意儿有意思。可能就小时候有一个理智吧，就是我知道我要好好学习，我要走上考大学这条道路，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上什么音乐学院啊，学音乐专业这种事情。还是走正规的路。对，没想过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再一个就是你要是正正经经上了文化课，万一不行，咱还能干点别的。我要是又不是这个料，又干了这一行，那完蛋了。OK， 那你的转折点在哪？就是碰着2件事儿，一个是研究生的时候，我不是在国外读的嘛，在那边有一个唱歌比赛，那是我长那么大唯一一次正儿八经跟一个算是比较正规也比较大型的音乐相关的活动有关系。哇，那我就觉得就完事儿了啊！忙活了2个月就走到头了吗？然后我就发现我不想让它走到头。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对这个东西的热爱不只是在兴趣，是想如果我以后不做跟这个东西有关的事情了，我会特别难过啊。那会儿还不知道要怎么能把这种想和能做结合起来。碰巧了，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参与了一个音乐剧，在这个音乐剧里面呢，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音乐制作人。我朋友说你要不去试试，就是找这个老师，你看拜师呢，还是去搭一下这个线？我想，这都可以吗？你知道我这个人社恐啊，我是从来不会主动跟人打交道，我微信也不会主动加人家，聊天也不会主动跟人聊。现在面临这个，我要主动去上家门敲门说，老师收我，好不好？我觉得这咋能做到啊？那你做了没？你赶紧好不好？赶紧！我做到了，我真的去敲人家门去了。然后跟他说，能不能跟他合作，跟人家讲，或者是拜师？对，我就跟人家讲，我就是很喜欢，啥也不会。零基础啥也不会，但是很喜欢。然后这方面可能学的也不是这个，也从来没干过，没经验，就是有天赋，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你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老师呀，这都不行。老师，但这孩子挺有意思啊，来吧。那会儿我研究生还没毕业呢，还差1年，还差大半年没毕业。23、24，差不多24的时候，等于说你是在24岁的时候认识了这个老师，然后有这机会重新的展开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职业生涯。对，那会儿开始接触这个行业，也只是做一些边边角角的工作，更偏幕后。那所以说，你从18年到现在大概3年的时间，才着手在创作自己的内容。对。OK， 那时候你的收入能够 cover 你在北京的生活吗？cover 不了吧？非常 cover 不了。这个时候就全靠爹妈支持了。爹妈支持。现在呢？现在从去年开始能靠卖歌挣点钱。卖歌啊？对，就写我的感情的写歌机器。所以那你平常的整个工作的流程，你能大概讲一下吗？一般来说有2种，一种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我就被某一个点触动到了。你比如说我脑子里边突然蹦出了一个旋律。还有一种就是人家指定，比如说我要仿照什么什么歌，给你一个参考，你去按照这个类型再去试着写。大概平均的这个创作时长多久呢？不一定，有的时候状态好，连词带曲加一块儿，可能1个半小时、2个小时写完了。公司会给你压力很大吗？就是你写歌的压力在于哪里？写歌的压力在于能写出就是爸爸们觉得满意的歌。艺术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你自己写完自己觉得巨牛，别人会觉得你就那样啊，这就是很难办的一个事儿是啊，对吧？都是这样。所以怎么去平衡自己觉得很牛，别人也觉得很牛，你能品摸得到的那个东西，不一定每次都能答对。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输出，对，不断的做，不断的拍，然后自己也还得吸收。你也知道 B 站的用户都是相对比较年轻，都是00后，是不是？大家都是00后，他们如果也喜欢做音乐创作这条路的话，你有没有一些意见可以给到他们？基本功特别重要，千万别想着走什么捷径，最有效的捷径就是踏踏实实走。再一个就是不要着急输出作品，或者说不要为了着急，比如说我要写够多少歌，或者说我一定要不量。对，量跟质还是质比较重要。我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啊！我还有一个小礼物，你这让我害怕，好不好？
这个我是巨资，斥巨资好不好？没有多少钱，几千块。提钱多伤感情啊！对，提感情多伤情。你找对象的标准就从这边去研判就可以了吧？我配吗？哎呦，谢谢。哎呦，我的妈！哎，你讲一下吧，你的那个择偶标准怎么样？身高啊，身高，还有嘞？就是看着舒服，男生干净最重要，不需要我养。哦，不需要你养 ，OK。经济独立，对，经济独立，就是我也不需要你养，你也别指望我养。对，我不给你拖后腿，你也别拽我的后腿，我腿可脆了。讲一堆标准就长得像朱一龙就行，是不是？那我心里倒是也是有点数了。老娘我养。爱能不能够永远当作没有被爱你，善待我，期待着我，想和你干嘛就。我愿为你撑伞，为你阻挡黑暗蔓延，愿意逆着人流，只为出现在你面前。就算颠倒世界，肆虐的风雨吹散未曾出口的想念，穿越刺骨的界限，为你哪怕千万遍。